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杜哥，我是妮妮，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室友 Q&A。好，第一个问题哦，是大家也很关注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大家每次我们直播的时候，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怎么认识的，用什么方式认识的？一个左滑右滑的一个软件，红色的左滑右滑，就是它是左滑的话就是Alt， 右滑的话就是喜欢那个对喜欢，就是通过这个软件认识，当时是24年的4月份，4月初吧？对，4月初。然后当时我是在天津跟朋友一起旅游的，然后呢，当时那天晚上我们匹配到了以后，然后就发消息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加了绿色泡泡。对，视频的时候看到我是什么感觉呢？因为你当时是放在正前方，然后我说怎么这个人是警察吗？还是军人呢？怎么那么板正？因为你当时的声音就是压得很低，穿着一个浴袍的，我还记得。那不是浴袍，那是睡袍。睡袍，对，居家服睡袍。然后第二天我就回北京了，然后我们那天晚上我们就约见面，然后那天你跟我说，你要去健身，我可以等你吗？然后不是啊，是那是我们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见面？第一次见面不是第一次，你说你要去健身，然后你说晚一点见面可以吗？然后对，然后我到了他家楼下的时候呢，因为我就是有点口渴，然后我问他你家有水吗？他说没水，然后我心想这个人怎么那么不体贴啊？就是你应该要说如果你想喝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准备水这样子。但是他后面又补了一句说，就有那种大桶的那种水。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是什么呢？对方给对方的印象是什么呢？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，我是惊讶的。为什么？我当时是有点惊讶的，因为在照片里面和视频里面看的话，觉得你是挺好看的，觉得你是挺好看的。但是没想到就是一见面之后，给我的感觉是很惊艳的，你懂吗？很惊艳的，因为他当时化了一个很淡的妆，然后铺了一点腮红什么的，很可爱，然后又很无辜的样子，然后我当时是金色头发，哦对，好像是金色头发，对，就是楚楚可怜，很可爱的那个样子。那我现在不可爱吗？现在很可爱，现在比以前还可爱啊。那我见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刚开门，然后我在想，哇，怎么这个人比我想象中的要高？然后也是穿着你的睡袍，有点像大猩猩的感觉。什么？大猩猩？大猩猩。那当时你是觉得好还是不好呢？我觉得挺好的，因为我当时想的是，反正我们以后应该也不会见面了，那今天就见一面这样子。就是快餐哦。当时是这么想的。那是理想中的恋爱模式是什么样的？因为我之前是一个快餐式恋爱的人，就是我是那种很快在一起，然后也很快分手。因为我个人觉得，就是我必须得有新鲜感。如果这个人没有给我新鲜感的话，我可能很快就对他没有兴趣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新鲜感？没有啊，你每天都给我不同的新鲜感，因为你是个戏精。我喜欢的恋爱模式其实就现在这个样子，两个人就是平平淡淡的。对，两个人一条狗啊，然后觉得还一起在一起，然后做一些事情，一起做饭啊，遛狗啊，我觉得很开心的，很平淡，很幸福的。我们两个都是金牛座，我们都是土象星座。然后其实土象星座应该是，就是你在一起久了以后平稳平淡，应该是我们最舒服的一个状态。是的，有没有哪一刻让你认定是这个人呢？就让你认定是我，然后让我认定是你，有哪一刻呢？为我就是把他们删掉，全删干净。对，基本上是为了你全删干净，全部删掉。你觉得很感动，就很认真。对啊，就是因为这个事情，所以我觉得，这个人就是真心的，那不是我真心的，这不是我一开始想的，我们只是玩一下这样子。那就已经是很以后的事情。其实我认定你的时候，是我们刚在一起1个多月以后，我们当时6月份，我们24年的6月份去天津滨海那一次，去沙滩边上，拍照，就是你当时按着我的头，然后你趴在我身上按着我的头，然后拍了很多照片的时候，我是觉得从来没有这种感觉。觉得你不是因为我按着你的头发，你是因为我们当时是有带相机，然后呢我们又没有手机支架，然后我们就放在石头上面，然后我就来回跑的这样按倒计时。但是觉得这个很感动吧？不是的，我是觉得就是当时在海滩边上的那种氛围是很让我感动的，觉得
他愿意为了激怒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然后做这个事情，我觉得很感动。然后当时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氛围也特别好，又是一个夕阳的环境。当时是晚上了已经。不是，我们当时去的时候，当时是有太阳的，你不得，当时是有太阳，是夕阳的哟。然后是我们拍到很晚很晚的时候，我们去吃的那个小海鲜。还没同居时怎样维系关系？因为之前我们都是在北京的，然后呢，但是我住学校，然后他住自己家里，然后可能我们之前是一周见3天面，见3天，就是看一下我哪天没有课，然后我就去他家住这样子，然后就是每天聊天啊，每天视频啊，然后我们大事小情，反正我都会向他汇报的，不管有什么都会向他汇报。那我也是啊，反正我觉得你最贱的一点就是。你经常性的会让我跟你视频什么什么，有时候我跟我领导在一起开会啦，给他开车呀什么什么的，你也会让我跟你视频。对呀，那我不知道你当时是跟谁在一起。那我们就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了，就是我们现在无论大小的事情，无论是10秒的通话还是怎么样，就是我们都会打电话，对，打视频，对，是一个不是太爱用文字来表达或者发信息的人，就问你是喜欢用文字还是用语音，然后你当时就跟我说你喜欢用文字，然后我就说那你可以为我改变这个。那你觉得我现在为你改变了吗？我觉得有啊，改变很多。对。平时对方生气时有什么小动作？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子的首选唱着。我就说你这样子不要碰我，然后自己想，因为你这个3天一小作，5天一大作，1周要做1特作的那种人。是很难搞的。家里的家务谁做的更多？这个还用说吗？这个还用考虑吗？你是做的多一点，我不是多一点吧？最起码70%以上都是我吧。下一条，对方做过第一件让你感动的小事是什么？就是很喜欢小狗，我想养一只金毛。当时在北京。但是不是金毛吧？是金毛，雪瑞娜还是什么？雪纳瑞，雪纳瑞还是没有，不是我当时是看的金毛，然后但是我们去了北京的狗市，对，我们去了狗市，就是去到很偏远的地方，就是已经到通州那边还是顺义那边了。陪我做这个事情，然后你当时说带我去这个地方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很感动了，这是我觉得这是第一件我挺感动的事情。就是有人把我说过的话，其实我也差不多的，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不是养了一缸小金鱼，我养了一缸鱼，有一天周6的时候，他陪我去逛花鸟鱼虫市场，然后去买了很多鱼食啊，一些石头啊装饰啊之类的装饰东西。这是第一个，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点就是我24年过生日的时候，他把我们的有一张照片，你记得吗？就做了一个那种拼图，很大的一个拼图，然后当做生日礼物送给我。我觉得这个真的让我觉得好用心，好感动啊！谢谢，还是要多说谢谢，谢谢你的抬爱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说一下自己的缺点，然后和对方说道歉。今天早上就是他，可能我醒了，但是可能我的意识是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，他会突然就是这样子搂我过来，然后或者是压着我的时候，我就会很不舒服，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起床气吧，就是我还没有恢复到，就是回到我的灵魂还没回到我的身体的时候，我就不喜欢别人碰我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？什么原因？你从小被打少了，真的被打少了。你要就是这个是真的，你要被多打几顿，我跟你说就没有起床气了，就是打的少。我睡不够的话，我就会恨全世界的人。对，所以那天早上就滑雪那天，就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体验，在这里跟你说对不起。我觉得这个你改不掉的。你觉得这个你要是改的话，我觉得你不好改的，改不掉的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我就不改了。我的缺点，我觉得跟你是有一点点像的，就是脾气有时候比较急躁。如果是事到临头，然后突然间就有可能会有点急躁，或者是有时候遇到一些不是很好解决的事情，或者是一些问题的时候，可能会比较急躁一点。可能会比如发生过什么事儿？上一次我们打车的时候，那个司机师傅，然后
他离我们很远，他让我们走过去，因为我当时很急躁，我气得不行，我就骂了他几句。你不是哦，你是拉着我，然后要去找他。对，我说了他几句，然后因为当时我是说你叫他过来，就是因为我都打车了，我都不想再走了，不然的话我为什么要打车呢？然后呢，他呢就会觉得很对不起那个人，然后就是会觉得迟到啊或者什么的，然后他不想让别人等。不是我想的不是说我对不起那个人，我当时也很生气，我说了他几句，也说了，我是觉得，我不想跟他僵持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跟他在那里僵持了，然后其实就一小段路我走过去就当时就可以了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我没有觉得对不起他，其实我也觉得他很不应该那样做。这个其实你觉得我觉得我这个是能改的，我这个一定是可以改的。但是你这个你跟我说道歉啊？对不起。那你给我道歉了吗？我给你道歉了呀，刚刚。你再道一次不行吗？再道一次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那今天的我们的 Q&A 就结束喽，拜拜。拜拜。